美国前海军部长克罗波西在公开场合就说呀，日本应该向台湾地区提供退役的苍龙潜艇，这是非常恶劣的一种提法啊。如果说台湾地区拥有了退役的苍龙潜艇的话，那对我们解放军会造成重大的威胁，而且这个事并非是空穴来风，在未来成为事实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说起这个苍龙级潜艇啊，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潜艇之一，非常的大，排水量接近这个4000吨，采用 AIP 动力，它的整个这个航行和这个控制系统还是非常的先进的，使用这533毫米的这个大型的这个鱼雷发射管，它的威力非常的强。你说它退役了吧，是吧？但是它退役的状态非常好。你看现在日本很快就用大鲸级潜艇来接替了苍龙级的潜艇，那么苍龙级一条一条的会去退役。日本呢，受于它国内的各种法规的限制啊，它只能保存着12艘的常规潜艇。但是它这个常规潜艇啊，它即便退役的时候，其实它的完好率非常的好啊。如果是重新启用的，它再翻修一下，简直就跟新的一样啊。我呢是曾经在日本的横须贺，还有在它这个苍龙潜艇的生产工厂，你去参观的时候呢，你去看的时候呢，其实两家厂都能看到，在那地方也可以看到这个苍龙潜艇。那它这种潜艇呢，应该说它还确实是很不错的一种常规潜艇。如果说啊，这个台独武装力量那边如果有了这个玩意儿了之后，那对我们的威胁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向台湾地区提供这个常规潜艇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事情，肯定会激起非常大的这个波浪起来。你说作为这个美国的一个前海军部长啊，克罗波西，他弄这个事儿，挑这么一个事儿干什么呀？这不等于是给日本挖这个坑吗？哈，日本也不傻呀，不会往这坑里去跳，那就说明你这个克罗波西本身是不是傻呀？其实呢，都不是。因为我们看啊，这个克罗波西虽然他已经不做这个海军部长了，但是呢，他一直也没闲着。他和日本的自民党以及和台独力量之间都有这种非常密切的勾连。在这个美国这边，他还是一个智库的成员，主要是考虑这个军事上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的最重要的军事部署就是要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对抗，其中呢，这个就要拿台湾问题挑起这个各种冲突。这是美国在这种美国大的这种军事布局和军事的安排之下呢，克罗波西呢还在中间发挥着挺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两点啊，他现在公开的说这么一件事情，你看着好像是个大嘴巴，其实呢，他在某种程度上啊，他也反映出向台湾地区提供这个退役的苍龙潜艇，也真有可能就是美日台独勾连的一种预案。因为台独这边他也需要潜艇啊，还不是说现在他要自己造吗？他自己造这个事情啊，能不能造成，咱们先不说它，就算是造成了、造好了，那什么时候了，这也不好说。你造好质量行不行，这都不好说。但是如果说日本真的把退役的这个状态良好的苍龙潜艇提供给台独的话，那确实是应该说这是他这个军事部署上的一部分。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美国他这种遏制和对抗我们中国军事部署的一部分，军事准备的一部分，而且呢，他们也确实在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着。第三一个，现在他这样说法，你说是单纯的把它理解为他嘴巴大，或者说他情绪来，或者说一些极端的话，要引起注意吗？可能也未必那么简单。现在他也可能是要制造一些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这种影响，为他们后一步的做法做这么一个舆论上的鼓噪。